澄海当地盛产薄壳，加工成薄壳米后，壳大多被丢弃了。但是在周振平眼里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。不过，薄壳跟林檎树有什么关系呢？咁潮喺呢咁係攝種啊，鐵絲薄落好，我哋都可以擔夠肥糧，啲鐵起咗了，我都鹽糧，歐能潮啊，那做乜拆卡拆燒，攞擺。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幫他的果樹度過夏日里雨水的不斷突襲嗎？立秋過後，林檎交易市場每天熱鬧非凡，掛果100天的林檎也到了上市的時候了。和其他辛苦1年的果農們一樣，周振平也等着農曆8、9月份的收成。在澄海，林檎一般都是成筐收购，个头大的1斤可以卖到50塊錢以上。林檎不宜久放，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區銷售，如今保鮮技術的改進，讓其他城市的人們也能嘗上這種嶺南佳果。早上天剛蒙蒙亮，周振平夫妻倆已經在果園裡忙碌多時了。我冇吹過，我看伊落啲個，生個大英咩？即係咪咁時啦？有山嶺乾咗嗬，我大家冇有雞頭乾，連kiếm計叉計食得唔，我冇雜撥，有能冇背街山嶺乾也冇。這個那配料我做為生。周振平家裡的林檎個大飽滿，備受收購商青睞。總能賣出好價錢。海內嘅辛苦，難得我貪有錢做歡喜，你又唔家己辛苦咯。有錢少做咪辛苦，啊做了無錢少做，家己較辛苦。潮汕人過中秋必備林檎果。臨近8月15，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預定了。每天早上9點不到，收購商已經到田邊候着。等着趁先運走。與台灣的釋迦不同，潮汕的林檎個頭更圓一些。品質好的林檎，林皮鮮豔成粉綠色，摘下來存放幾天，表皮軟化後再吃最為可口。輕輕捏開果皮。肉質白色，如脂似膏，味甜清純。林檎一般鮮食，近幾年本地人也開始開發新的吃法，最多的是製成糖水。林檎富含果糖、礦物質、蛋白質和多種維生素，有水果補品之稱。製作時只需將各種配料煮熟，最後加入林檎果肉便可出鍋。糖水中原本無味的配料，瞬間被清甜的果香包裹。中秋佳節，兒子女兒回家來一塊兒吃飯，是林熙珠最期盼的了。有了廚師兒子在，林熙珠樂得清閒，把廚房讓出來給兒子打下手。每年8月15是周振平家固定不開工的日子，收穫時節、團圓之日，是一年之中最溫暖的時刻。我是誰？啊，這喂，回来了吗？谢谢吗？谢谢吗？林檎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，但有一種更甜的水果產自於湛江。每年12月，浙林如海，綠浪連天。
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，迎来了一年最忙碌的时候。广东是我国第3大食糖产区，仅次于广西、云南。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，种植面积占全省的80%，主要集中在遂溪、雷州、徐闻，而遂溪更有全国第1甜县的称号。甘蔗成熟时，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，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。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，收割还得靠人工。12月底，遂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，也请来了工人，开始了1年的收割。作为农场职工子弟，陈小军从小对蔗林的记忆都是甜的。大家都说嘛，锄头一响，黄金万两啊！我们很喜欢12月份，又有甘蔗吃，又有钱收嘛，有钱过年了。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。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，皮硬纤维粗，不适宜鲜食，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。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。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，最老的已经60年。虽然年代久远，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。经过压榨、过滤、煮沸、蒸发等流程，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，最后经过烘干筛选，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。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，在湛江，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。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，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。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，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，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。因为呢，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了，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低了，现在大概是380左右。今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，每1亩地。2008年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，他的父母觉得辛苦，并不支持，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。回乡后，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，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让他发现了新大陆。呢個紅果啊，生到都唔錯啦。呢個係咩？啊，本地都冇晒幾靚到。哦，係咩心嘅咧？啊，紅心啊嗰啲。哦，紅心嘅咩？啱冇產有幾多啊？一冇啊，產量冇講得到，天氣好又多啲，天氣醜又少啲，就係咁啊。这种紅肉火龍果讓只吃過白肉的陳小軍感覺十分稀奇。本地人收購啊。很快，他也發現遂溪本地並沒有人種植紅肉火龍果。陳小軍決定成為第一個開拓者。他們說，用的東西賣給誰呢？3畝地，人家拿去又不吃，那當地賣嘛，人家又沒有吃過的那種東西，人家害怕。是這樣的，然後呢，我說我的想法就是說，沒有人種的東西我要去種，誰不能種的那不要種了。沒經驗就自己慢慢摸索，想不到靠着自學種下的3畝試驗田，竟然成功了。火龍果屬於仙人掌科，最特別的地方是開花時猶如曇花一現，只開1晚。通過花蕊裡的小蟲子，火龍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過程。
如果说昙花惊艳，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，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。12天之后，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，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。火龙果挂果周期长，每年6月一直到12月，1个月采摘2次。陈小军没想到，第1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。我们那边气候好点嘛，光照也多，属于一个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。我们那里是属于红土地，然后它种出来的火龙果呢，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，很甜。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，加上陈小军按大小分装，他家的火龙果10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。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，在他的带动下，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，整个遂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，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。剥开火龙果果皮是通红的果肉，口感要比白色的火龙果略甜。有趣的是，除了直接吃，摘下来的火龙果本地人还会用来泡酒。把火龙果切开，只取果肉，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，静置3个月就可以喝了。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，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。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，汤的味道更是清甜。收获时节，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，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。这些年，因为种火龙果，大家的生活都好了很多。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，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入。吃着火龙果，陈小军盘算着，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。而在广州，有些人不种植水果，却一样以水果为生。每天早上5点多，孙修鲁已經出現在江南市場裏。睇呢隻啦，呢隻未結，呢隻，哇！呢隻紅身得滯喎，呢隻。就話呢隻，呢隻可以，呢隻得，呢隻腍身啲，呢隻腍身啲。作為一名採購總監，孫修魯必須每天到市場裏掌握各種水果的情況。最近車厘子開始上市了，孫修魯帶着公司的買手到各個檔口轉轉。車厘子的話，一個是枝頭要輕，另外一個顏色越深就。英文叫 dark， 就是越深的話呢，它那個糖度越高，口感也好。和水果打交道20多年，孫修魯對各種水果的產地、味道、品質了如指掌，也有自己的採購標準。要是一般購買水果的話，你肯定要看它新鮮度，然後就是口感，哪個季節應該吃什麼東西。比如說荔枝的時候吃荔枝，龍眼的時候吃龍眼，11月份打後就吃那個蘋果。現在這個時間
刚好这个南非橙子过段时间秘鲁的红提也会量多了啊。已有25年历史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，蔬菜、水果2大类，近1000个品种的产品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批发商。水果交易量也一直位居全国之首。啊，今日啲山竹好賣喎，好賣，貨多唔多啊？依排少啲啊，咁啊少啊，價錢又升啲啦。啲食用率幾多度啊？8成到啊，都叫接受。每天交易大棚2侧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，各类新鲜水果从各地聚集到这里。发达的物流让国人即使在冬季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热带水果。孙修鲁在这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水果区转一圈下来，至少得花上3个小时。当天采购回来的水果要在8点前进行每一箱的品质检查，再完成分拣。还有没有没拿完的？几点没拦的话，这边有人会统计嘛，会催供应商有那个群啊。对啊，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，快一点。批发市场的热闹一般从凌晨持续到上午。下午，孙修鲁要给公司的买手们上课。各位同事啊，我们这次就讲一下那个车厘子。前段时间都是空运的，是吧？其实质量不算很好，啊，新鲜度不够。那么什么是新鲜呢？新鲜就是这个把要绿，所以你们呢要多尝试水果，知道了才去怎么去推销你们的产品。那个肉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肉呢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甜啊！你们自己尝一下，啊，味道还不错，它的甜度。最近，孙修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。像这个一定要剪掉，不剪掉的话，它那个真菌就会传染。原来前几天孙修鲁试了几个河源的橙子，竟让口味挑剔的他一吃难忘。孙修鲁马上联系了果园的种植户上山。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场里面去销售，那我们就根据哪一个水果好卖的、口感好的，那我们倒过来再去它产地，再去看他们的水果啊。因为有着红色的果肉，这种橙子被称为血橙。血橙个头比普通的橙子要小，但是皮儿薄肉厚。平时见的都是澳洲、美国、江西的血橙，让孙修鲁意想不到的是，河源这片土地种出来的血橙竟然饱满多汁，胜于其他地方的出产。啊，我挑一个啊。我们这个是下的是农家肥、有机肥，很好的这个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颜色这个肉色不错啊。是。哦，这个有14.9了。这个糖度有13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血橙来讲的话呢，一个很多地方都比较酸的，另外一个吃起来有渣的，它这个呢就没有渣。从卖水果到从事采购行业，孙修鲁吃过的水果不计其数。因为喜爱，他仍然对味道保持着新鲜感和敏锐度。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验，带着买手们为顾客找到更多新鲜、优质的水果。走在汕头的街头小巷里，随处可见一些小车摆着琳琅满目的甘草水果，五颜六色，吃下一车彩虹，是潮汕人入嫁的仪式。顾名思义，甘草水果就是甘草水腌制的水果，一般晚上售卖，下午提前准备。传统的做法是用甘草煮沸熬成汁，在青芒果、油柑子等水果中加入适量白糖和盐，
或者南姜末。不同水果酸甜软硬有差别，加入甘草水的量也不一样，必须分开泡制。腌制几个小时的水果摆满大长冰柜，略带药香的甘草汁渗入多彩的水果，看得人瞬间清爽了几分。吃之前切块，再加上一些甘草汁和酸梅汁，清清爽爽。甘草生津止渴，在夏日里和水果一起吃下，消暑润肺，再好不过了。在汕头，还有一种水果因其独特的味道，成为了厨师们烹饪时偏爱的佐料。橄榄，从挂果到成熟都呈绿色，又被称为青果，因味带苦涩，很多人难以接受。但在潮汕，大家对橄榄的青睐程度不亚于功夫茶，对橄榄制成的各种小食也情有独钟。为去除苦涩味儿，制作前不变的步骤是加热，再过冷水浸泡一夜。汕头人喜欢将橄榄压碎，去色后再用油熬制，加入花生、南姜末等配料，制成炒橄榄。而在潮州，则是将橄榄切开，浸泡1天1夜后，在热油中爆香蒜蓉，加入橄榄、南姜末、碾碎的9层塔等炒至干透。做法相似，但各有鲜香。用石臼把南姜捣碎，再加入橄榄捶压破碎，根据3碗橄榄1碗盐的方法制成，便是潮汕人最钟情的橄榄参。许多人不知道，在汕头潮阳还有一种橄榄中的极品。每年11月，林珍标都会准时出现在张创中的果园里。當係今年頭橄欖睇呢都你3塊椒的呢。我有椒。當係所以佢哋嚟出過嚟有嘢啦吧？我等睇啊睇。11月，橄榄收获的季节，果农都得用6、7米高的长梯，爬上梯格来采摘橄榄。金灶镇独有的这种3年橄榄，又叫3棱橄榄。橄榄树种下7年才挂果，产量逐年增加，但丰收过后，下一年一般会减产。生长期长，产量有限，使得金灶出产的橄榄身价不菲，1斤可以卖到500元，好的橄榄甚至超过3000元1斤。你這包咗跌高啲冇啲嘅嚇。哎呀，知道冇錯，快薄粒。凍掉就好食。所以咪就黐台啦，好食嘛嚇。咁樣能比古年有好食啊？是啊。3棱橄榄个头比普通橄榄大一点点，果形椭圆细长，其端有3棱而得名。果皮呈金黄色，光滑鲜艳，久嚼后满口留香，回味甘甜，肉质爽脆无渣，吃过便再也忘不了了。在传统的潮菜里，有不少用橄榄制作的菜肴，其中橄榄炖猪肺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名菜。在林珍标看来，烹饪过程虽简单，但食材的前期处理非常重要。我的美食呢，我就尽量呢，就少用太多的调味品，添加太多的东西。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，我提倡的是说我做的菜，就我们普通的家庭，他们看到以后呢，能在家里做，那么你就得讲单。普通橄榄用来炖汤，橄榄制品也是做菜的调料。橄榄参煮鱼，先将鱼头洗干净，
在锅里放入五花肉，再加入鱼和橄榄参。橄榄参独特的清香，还带着南姜的咸辣，是煮鱼时去腥的好调料，也能极大地提升鱼的鲜味儿。自制的橄榄菜与猪肉煸香，加入小虾同炒，海鲜的风味与橄榄菜的清香完美融合，是让人停不下口的下饭菜。而珍贵的3棱橄榄，林珍彪舍不得用来煮汤。潮汕人喜欢吃芋泥，但芋泥甜腻，加入清淡的燕窝，点缀上削制的3棱橄榄，是最好的饭后甜点。林珍彪爱做菜，也喜爱邀请朋友来品鉴。对于半路出家的厨师来说，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大家把自己煮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。一颗小小的橄榄，是潮汕人心中独特的家乡风味。被称为建果的橄榄，刚吃的时候带点苦涩，就像中间之言，虽逆耳，而总是对人有益。在他们眼中，嚼橄榄犹如喝功夫茶，各种滋味非同道中人是很难理解的。在同样的苦涩回甘里，蕴含了潮汕人的生活哲学。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作为炎炎夏日的佳果，增城地标产品的挂绿荔枝一枝独秀，曾经排出55万1颗的高价。每年4月，增城漫山荔枝花开。今年花期雨水少，荔枝将迎来丰收的一年。57岁的梁金友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100多亩的果园。6月的台风带来强降水，树上的荔枝很多都开裂了。梁金友夫妻俩担心雨水影响荔枝品质，每天都要到果園裏檢查。因為呢邊呢啲荔枝場咧，我個比較山高，溫差比較大，晚黑冷啲咁，佢成熟時間比較長，但係荔枝品質都係比較好嘅。這個在增城朱村鎮白水山上的果園，山泉水順流而下，高溫高濕，光照充足，種植荔枝最好不過。果園裡這些荔枝樹，還是梁金友和爸爸30年前一起親手栽下的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產國，廣東更是荔枝栽種最多的省份。等到6月底，荔枝紅遍山頭，採摘的時節到了。在廣東，大面積種植的荔枝品種有桂味、糯米糍、懷枝等。今年梁金友的果園迎來了種植以來最大的一次豐收。多到係荔枝枝都有荔枝，未經歷過咁多㗎。按照常規嘅嚟講，佢都成倍咁翻。這些年，人工費越來越高。今年雖是荔枝收成的大年，無奈果多價賤，賣出的價錢還不夠支付工人工錢，梁金友只能默默承受。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較辛苦啲，就係定200蚊一日咯。剁荔枝嘅就120咁咯，都係定呢個價。蝕就唔使點蝕㗎，就冇錢賺咯。今年喺白做咯，係咁㗎，有好做有唔好做㗎嘛。價錢貴嘅要賣過啊，價錢低嘅要賣佢啊。成熟的荔枝果殼鮮紅透綠，新鮮採摘下來立刻吃，口感最佳。一個個胖嘟嘟的果肉，飽滿多汁，晶瑩雪白。本地種植較多的屬桂味和糯米糍2個品種。桂味表皮帶刺，
脆脆的果肉吃起来仿佛打翻了桂花糖罐。与清甜的桂味不同，核小肉厚的糯米糍是荔枝里面甜度最高的。仙境凤个头大有蜜香，水晶球爽脆。不同品种的荔枝看似相似，却各有各的滋味。荔枝的采摘期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采摘下来的荔枝存放时间一般是3到5天，所以从采摘到分装、打包、送货都是在1天内完成。原來預計係8萬㗎啦，而家應該會出9萬。今天果園里迎來了幾位特殊的客人。原來增城1年1度的荔枝品鑑會又要舉行了。梁金友今年參加了桂味和糯米糍的評選，組委會的工作人員來對種植場地進行核查。都幾熟。你呢個歌場咧，管理水平比較高，算係高啦，喺我哋啲專業庫嗰度。比賽日到了，梁金友早早地採摘了新鮮的桂味和糯米糍，帶到現場。中國荔枝品種有100多個，僅廣州就有60多個。今年梁金友的荔枝能在眾多荔枝中脫穎而出嗎？雖然辛苦1年賺不上錢，但桂味和糯米糍都拿獎了，這讓梁金友的付出有了精神上的回報。糯米糍是金獎，那個桂味是拿了銀獎，很高興，自己都心中有點底的。這幾年，老廣們變着花樣創意本土荔枝，荔枝宴成為每年夏日的一期一會。無論是混入蔬菜製成沙拉，還是與牛舌搭配製作肉菜，亦或加入椰水雞肉煮湯，荔枝果肉總能在不同材料裡增添一絲絲甜而不膩的獨特口感。吃不完的荔枝可以用來泡酒。脫去外殼，一個個雪白的荔枝加入白酒中，靜置3個月，又是另一番美味。7月，梁金友的荔枝再次迎來了一批批慕名前來採摘荔枝的遊客。摘下一顆荔枝，牙齒輕輕劃開脆脆的果肉，香甜像炸彈一樣激烈地衝散開來。那滋味，讓人嘴角不自覺地上揚，手不自覺地伸向下一顆荔枝。吃完這一波荔枝，則又要等上1年了。對梁金友來說，荔枝帶來的不僅是這誘人的果實，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礎。而他也盼着來年能有個好的收入。盛夏，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，进入1年中最炎热的季节。天气热，佳果熟，西瓜、龙眼、番石榴等新鲜上市。其中最受本地人歡迎的，當屬菠蘿蜜。本地人管長在地上的菠蘿叫地菠蘿，長在樹上的菠蘿蜜則是樹菠蘿，以此來區分2種名字相近而個體差異巨大的水果。7、8月，雷州半島的菠蘿蜜節吸引了各地的遊客前來一飽口福。
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，果实有冬瓜大，外形如牛肚，皮似锯齿，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，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。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，因为口感甜而不腻，除了当水果吃，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。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，切开后去除果核。本地人喜欢与菠萝、蜜枣、腰果同炒，酸酸甜甜，是夏日里的开胃菜。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，制作菠萝蜜焖鸡、菠萝蜜炒肉丝、菠萝蜜蒸水蛋、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。最特别的是，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，裹上面粉，放到油里炸。菠萝蜜的甜味儿包裹着奶香，香酥可口，味道极其特别。雷州半岛最南边的足荣村，地处热带，高温多湿的环境，最适宜不耐寒冷的菠萝蜜生长。这里家家户户门口种有菠萝蜜树，最久的甚至有上百年。阿婆莫娥莲家的菠萝蜜树，属村子里最多了。直直钓，去叫长食，莫点到重，一个无伊，我讲了也无伊，叫我做去食嘛。20多年前，为了开荒种下的果树长成至今，每年自然结果，已经完全不用打理。7、8月成熟时，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，小朋友便闹着要去摘果子了。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，阿婆的儿子陈少阳从小在树下长大，如今上树摘果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有趣的是，菠萝蜜摘下来得好好的拖着，不然这大果子还是有点小脾气。啊，卡就滴，要手滴，啊手打无惯，啊卡打落就无食啦。摘下来的菠萝蜜果切开就可以吃了，和外形有点类似的榴莲一样，菠萝蜜的味道也是甜中带点臭味，只是没有榴莲那么个性强烈。菠萝蜜的叫法据说是从印度传入时命名的，因果肉甜，很少见有酸味的，故以蜜冠名。村子里的生活十分闲适，除了务农，暑假里二伯陈少阳常常带着孩子们出去玩。今天家里人都回来吃饭，二伯决定给大家夹菜，带小朋友们抓起鱼来了。别，看个别来，你看来。大概都，你看我儿家这个。下午好这个。抓回来的鱼是做菜的好材料，而搭配的佐料竟是菠萝蜜核。原来本地人吃完菠萝蜜会把核留下来洗干净，像水煮花生一样煮熟，给小孩们当零食吃。而烫熟的果核去掉外衣，加入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中，煮成鱼汤。富含淀粉的果核便让鱼汤有了更浓郁的口感。果核吃起来粉嫩爽口，有类似栗子的口感。早些年，阿公阿婆种下的菠萝蜜是养育一大家子的贴补，如今子孙满堂，儿女们都在身边。在菠萝蜜树围起的屋子里，
果树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里的甜，更将是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情感。